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霍家有三宝：刚子、山子和人子。水晶刚子这对豪门捞金夫妻，我会单独开一集，这里按下不表，单说山子。娘娘和山子2004年拍拖，其实他们能搭上，纯属于无心插柳。缘起呢，是当年徐枫一心想给摩纳哥王子阿尔贝保媒。徐枫是香港富商汤君年的太太。2004年，汤君年病逝后，她成为汤臣集团董事局主席和董事总经理，汤臣系的老板。因为是女星出身，所以她婚后虽然不再演戏，但是一直做电影投资人，更成立了汤臣电影公司，专门圆她未完的电影梦。《霸王别姬》《风月》等片子的金主就是他。汤君年早年因为生意的缘故，与摩纳哥王室交往很深，两家互动频繁。2001年，摩纳哥王室更委任徐枫为摩纳哥驻上海名誉领事，并在那一年在上海设立摩纳哥驻上海领事馆。当年电影《风月》在康城举办首映派对，徐枫作为老板邀请阿尔贝王子出席，但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徐枫其实是想借此机会扯巩俐和阿尔贝的皮条，如果能成，倒也能复刻一段阿尔贝父母的王子与影后的风月佳话。可惜派对的排期是5月，4月巩俐和新加坡商人黄和祥密婚，徐枫白忙了一场。很多人都说阿尔贝王子帅，但他的帅点应该是长在了王子这个头衔上，否则怎么说呢？只能算是个有鼻子有眼的谢顶中灯。但王子阿尔贝就不一样了，眼看着就帅起来了，而且桃花运还特别旺。这不，钱串子李嘉欣闻着味儿就来了。但李嘉欣在王子的这趟上海之旅做地陪也白做，因为当时卧虎藏龙大爆，阿尔贝王子迷上的是娘娘。摩纳哥王室每年都会举办一场玫瑰舞会，邀请王室名流参加，是全球10大奢华舞会之一。格雷斯王妃在的时候是由她搞，她去世后就由女儿卡洛琳公主搞。这年的玫瑰舞会主题是中国之夜 Di Sula Rusimodi Bonjour。我这法语别说翻译，再让我重复一遍都做不到。2004年的这场中国之夜，看现场的布置挺糙的。卡洛琳公主临时搭了这个草台班子，又请了一堆嘉宾来，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望眼欲穿的弟弟扯皮条。扯谁呢？弟弟心中的白月光娘娘。当然他们的老朋友徐枫也在现场，此前他保媒失败，这次又上阵了。舞会一开始，心急火燎的王子一个箭步就上前邀娘娘跳开场。娘娘是什么人？闻着味儿就知道眼前的这个谢顶男子气度不凡，绝不是普通中灯。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，在他锃亮额头上的反光都是金币的形状。娘娘按下心中的狂喜，款款起身，玉手轻轻搭上，笑容缓缓释放，一声侯爷刚要脱口而出。不对，娘娘为什么要说粤语？重来。一声 Bonjour 刚要脱口而出，忽然她的手就被打落。娘娘的经纪人忽然跳出来说：啊，合同上没写，合同上没写的，我们来参加活动了，但合同上没写不能跳舞。后来经纪人再次提出要求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跳舞可以加钱。娘娘是台面上的人，看现场气氛这么僵，赶紧劝经纪人，但是经纪人直接说：闭嘴，轮不到你说话。金星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都知道这里的女星就是娘娘，因为当晚金星也作为嘉宾在现场。娘娘的经纪人是谁呢？是她的哥哥张子楠，他也是直接导致娘娘10年努力白费，兵败好莱坞的重要节点，
我后面会说。不知道后面双方是怎么交涉的，总之娘娘和王子还是舞了一曲，但经此一役，两个人的心境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王子有些扫兴，娘娘也有些难堪。有时候吧，要做成一件事儿就和蒸馒头一样，上气的时候千万不能揭锅盖，一直憋着就能成功，否则一旦漏气就全毁了。娘娘本来有望成为摩纳哥王妃，天时地利，但架不住一个善于漏气的猪队友哥哥。各怀心事的王子和娘娘尴尬的共舞一场后就散了。但是在同一场合，这个夜晚，还有一个青年，就是陪同父亲出来见世面的山子。当时山子21岁，还在伦敦国王大学读书。娘娘大山子4岁，是刚崛起的华人新星。山子对娘娘不陌生，因为此时娘娘借着卧虎藏龙的势头，可乐和信用卡广告在香港每天都霸屏。这晚，娘娘的探测雷达虽然在王子那里信号中断，但山子这里却震感强烈。两个人交换了联络方式，暗戳戳地让这段关系进了一步。爱情就这点好，在爱情面前，语言都是多余的，光靠眼神和心电感应就能谈成大单。娘娘回到美国，接拍了斯皮尔伯格监制的艺伎回忆录《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》。山子回到伦敦继续学业，但1个月后，娘娘接到邀请，在香港中环参加品牌晚宴。再度重逢的两个人干柴烈火，立刻就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了。2个月后，娘娘再次赴港，为王家卫的2046拍海报，顺便和山子约会。他们开白色的跑车兜风，在停车场，娘娘发现了狗仔的镜头，然后雀跃地跑向山子，主动勾住了他的脖子。两人来了一个缠绵的热吻，意犹未尽的娘娘轻抚山子的脸庞，扭头留给狗仔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。这是野心得逞后的从容和挑衅，也许更多的是睥睨。他就是要让这段感情见光，激着狗仔的镜头告诉全世界和山子豪门深处的家人，我是山子的女友。再精彩的豪门公子和灰姑娘的小说桥段都比不上这一幕。2004年的娘娘，事业、容貌和名声都是极好的。花王一口气给她拍了16支广告，巨型画面投放在东京湾。她一边和巩俐、杨紫琼搭档拍戏，一边独自给奥斯卡颁奖。The nominees for achievement in film editing are 这样的娘娘，说实话是配得上山子的，甚至绰绰有余。娘娘的一切都是靠自己拼出来的，山子有什么？除了投胎好，其他都很平庸。和摩纳哥那个王子一样，没有豪门和王室的名头，连长相都过不了关。霍家父子都像乐高拼出来的，霍震霆像是乐高拼了个镇宅兽，刚子像拼了个蚕豆，透着清澈的愚蠢，或者愚蠢的清澈。山子也是这些年圆润了才看着还不错，20出头的山子那也是自带乐高基因，棱是棱，角是角的。彼时娘娘已经财务自由，山子还是领零花钱的学生，所以他俩谁靠谁还真不好说。据说娘娘为这段恋爱没少花钱，山子反而手头有点紧。山子爱得很投入，也想办法把女友介绍给父亲。镇宅兽表面露出长辈的笑容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但私下棒打鸳鸯就是另一回事儿。霍家豪门高大庭院深，有镇宅兽把门，妖艳贱货一个都别想放进来。娘娘的大运烧到2005年，登峰造极。卧虎藏龙当年卖了2.1亿美元，尖峰时刻2卖了2.26亿，
艺伎回忆录也卖了 1.62 亿美元。他上了2次名利场封面海报，风头一时无两。按时间推，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前后认识了莫泰。莫泰为娘娘开启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，娘娘开了眼，原来美国上流社会才是人呆的地方，玩的都是大场面，也只有美国的大场面才配得上娘娘勃勃的雄心。娘娘但凡犹豫1秒，都是对好莱坞的不尊重。再看看山子，不过是个2代，在芝麻大点的地方，借着祖宗的威名才算个人物。香港拿什么和美国比？成龙、周润发在香港已经超一线了，够牛逼了吧？最后不也要到好莱坞混吗？自己这一条腿已经劈叉进了好莱坞，再留恋这个小渔村都对不起这条大腿。再说了，自己指定是要当国际巨星的，山子能帮什么忙？别说是美国，就是在香港也指望不上。就说钱，山子也没有，说是豪门公子，可他上边还有老子、叔叔一票兄弟，家大业大，到他这儿已经稀释的差不多了。自己好好努力，分分钟身家都会比他高。出了华人圈，山子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乐高容貌小青年，能有什么能耐？更何况霍家对自己也不待见，真要上赶着，后面的幺蛾子且出呢。娘娘已经是超一线女星，哪受得了这个？当即就下定决心和山子断了。拜拜了您嘞，拜拜了小渔村。老娘啊，今后一门心思混好莱坞。不管别人怎么不待见娘娘，但是摸着良心说，年轻时期的她勃勃的生机和野心是值得佩服和学习的。当年他要一门心思在山子身上下功夫，停在了香港，和郭晶晶做妯娌的可能性不是没有，但他就是要在好莱坞，就是要拍戏，就是要在好莱坞拍戏。如果做豪门媳妇的代价是从此息影，倒不如杀了他。和如今这些个见了豪门公子就走不动道，舔着脸往里面挤的女星相比，娘娘才是爱岗敬业的事业型大女主。人家从不在豪门下功夫，就算献吻、投怀送抱、赤手接别人嘴里吐的果核，也是要成龙大哥的。娘娘或许对豪门不感兴趣，但她对成龙感兴趣。她图的是成龙在圈子里的资源和人脉，有了这些，不愁没机会拍大戏。娘娘是发誓要演出个好歹的。娘娘的这个小算盘打得好莱坞都听到了，也打到了莫泰的心趴上。这妹子带劲，似曾相识，赶紧给扯个国际皮条，好留在美国干一票大的。莫泰立刻把娘娘和老公的好大侄儿薇薇扯成了一对儿。哎，谁说娘娘不爱富豪？薇薇不也算富豪吗？是，薇薇是富豪没错，但是20出头的娘娘和薇薇好，并不是惦记着薇薇的精子，她惦记的是薇薇的钱包。薇薇亏就亏在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，太精明也太算计。女孩子们都知道，找个挣100块的不算本事，但找个挣100块但肯给自己花90的才是真爱。娘娘当初也是抱着这个朴素的愿望成了薇薇的女友，可是薇薇一边谈恋爱，一边却拿出犹太人那套价值观来，这事儿就有点悬了。上帝的门徒中，犹太人的祖先以色列的第4个儿子犹大，当年能为了30个银币出卖耶稣。咱就是说，这犹太人对钱真是比对自己亲爹都亲，怨不得犹太人的处境1000年来都很尴尬，也是自己作的。那是个出名的算盘打得精的民族，会赚钱也会花钱，但是有一条铁律，这钱必须花自己身上，亲爹妈都不能够，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，每个人都有本事赚钱，那我赚的钱凭什么要给你？
你有手有脚自己赚去呀。其实这话在理论上没毛病，可一旦掺杂进去感情，就挺没劲的。就是我们常说的，你真不通人性啊！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是优点，但有些优点放在过日子上，不见得受欢迎。娘娘真是要找个其他鬼佬，估计也能搂不少钱，毕竟富豪都不差他那一点儿。更何况娘娘的牌面也值个好价钱。但坏就坏在找了薇薇，薇薇的犹太属性是埋在她和娘娘恋爱里的一颗大雷。话说第一集开篇的泼墨事件里，我提到的博乐府是当时北京最贵的酒店式公寓，里面有娘娘的一套房产，娘娘就住在里面。这房子当年是她和薇薇合伙买的，但是娘娘想要所有权，薇薇不肯，肯定不能肯呢。想在犹太人身上捞好处，你想什么呢？薇薇没问娘娘收一半房租，就是仁至义尽了。薇薇其实房产很多，除了马里布的房子，她在洛杉矶、伦敦以及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都有房产，加起来一共6处。但是薇薇明说了，这些不动产娘娘都动不了。这么一比，就更觉得大刘是活菩萨了。女人跟了他，谁不落点房产和提己？别说大刘，就是华人的土财主，谁不懂一日夫妻百日恩的道理？跟自己一日，跟自己一日，一辈子都是自己的人，真金白银打点周到。富豪圈子就这么大，落个孤寒的名声就不好了。再说了，又不是给不起，这点钱算个毛线。薇薇不差钱，千金还难买美人笑呢。你给娘娘一套房，娘娘能把你当爷供着，情绪价值它也是价值呀。但是薇薇是铁公鸡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她都解决不了，不仅财产不共享，还要签婚前协议，这娘娘就彻底没指望了。东方富豪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好汉，再看看犹太富豪这抠鼻涕当饭吃的德行，估计屎要是不臭都能尝个咸淡。娘娘交往着越发没劲了。不过好歹是名正言顺的女友，走哪儿都带着，不送点啥说出去也不好听，所以薇薇还是下血本给娘娘送了一个鸽子蛋。鸽子蛋这个叫法始于张爱玲的小说《色戒》，易先生送给王佳芝那枚闪耀的粉钻钻戒，因为体积巨大，张爱玲形容其为鸽子蛋。上次那只火油钻不肯买给我，现在值多少钱了？你那只火油钻10几颗，又不是鸽子蛋，钻石也是石头，戴在手上牌都打不动。电影《色戒》的鸽子蛋赞助商是卡地亚，卡地亚是懂营销的，知道这个梗肯定要翻起来。果然，《色戒》2007年上映，娘娘在这一年秀出了薇薇送的这个戒指的时候，大家已经现学现用上了。珠宝行业里，只有超过5克拉且品相高的钻石才有资格叫鸽子蛋。薇薇送的是7克拉。姐从不玩衣锦夜行的事儿，那阵子娘娘没事儿就撩撩头发，捂嘴一笑，擦擦眼泪，无名指上熠熠生辉，闪瞎了看热闹的狗眼。20出头的娘娘和所有20出头的妹子一样，虚荣、浅薄、美丽而愚蠢。不过钻石这玩意儿水深，按切工、颜色、净度分等，价格也千差万别，是一门学问。很多时候排场的是冲出来的嘛，买这么大克拉的钻石还是 fancy color， 我们内行人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娘娘的鸽子蛋虽大，但成色一般，银样蜡枪头，看着闪，但粗估也就5万美金左右，人民币不到50万。别说薇薇这种富豪，就娘娘的身家配着都寒碜。而且就这钻戒的最终解释权还在薇薇这里。在西方文化中，钻戒分2种，订婚戒和结婚戒。正式婚礼后，
女方一般会在无名指上把这俩都戴上，而所谓的订婚戒在美国很多州都有明文规定，订婚戒指是 conditional gifts， 法律上的所有权仍归买方，等于说娘娘显摆一场，哪天薇薇要是要的话，她还得给人还回去。当年秦晖给李嘉欣送了一个100万的钻戒，那个戒指就是 gift， 前面没有条件，就这连李嘉欣的床边都没摸着。所以呀，犹太哥们儿在泡妞方面比华人大款狡猾得多。其实这枚鸽子蛋只是微微的一个小礼物，堵旁人嘴的，也算不得订婚戒，但是娘娘却当了真。2007年1月，国内报纸的娱乐头条都是娘娘和一个洋小伙看 NBA 比赛，一时兴起，俩人就 kiss 的难分难舍。娘娘情到浓处，还摸了对方的脸。国内的土包子们哪见过这场面，直接就炸了。怪到娘娘最近没消息，原来是悄悄处对象了呀，而且还是个白人小伙，真是洋枪配洋炮。娘娘为国争光，为国争光的事儿咱都支持。娘娘可不是那恋爱脑，真要恋爱脑，当初就留在香港不走了。我早说了，娘娘是事业大女主，什么时候都把拍戏放第一位。她一边和薇薇恋爱，一边也谋划搞事业。娘娘是真想成为国际巨星，既然人都到了好莱坞，还等什么呢？她拉上闺蜜莫泰，俩人开了电影公司，计划投资拍一部电影《雪与扇》。那些年，东方文化在好莱坞被李安带了起来，加上正值中国经济迅猛发展，国际上对一切东方元素都求知若渴。莫泰也想借着这股风潮碰碰运气，万一下对了注，在奥斯卡火了，自己这下半辈子就有了。这片子的投资人除了娘娘和莫泰，还有一个叫 Florence Sloan 的女人。这个 Florence Sloan 也非等闲之辈，是米高梅公司 CEO 犹太人 Harry E. Sloan 的太太，出生于马来西亚，早年也演过戏，后来定居伦敦，又改学了法律，其后加入电影界。《雪花与蜜扇》是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写的，版权就在 Sloan 手里。虽然3个人中唯有娘娘是光杆司令，但娘娘敢在这桩交易里尬一脚，也是有些底气的。男友薇薇也算半个自己人，咱3个怎么说呢？暂且叫做犹太媳妇天团吧。当时计划是电影在2010年开拍，请华裔导演王颖操刀，娘娘主演，犹太媳妇天团一起当制片人。不仅如此，这部拍完，下一部都计划好了。会拍郭小鲁的小说《简明中英情人字典》，也由娘娘主演。看看这个阵容，这个宏伟的蓝图，再看看这个天团后面的3个女人，一个是全球最大的传媒帝国的老板娘，一个是最大的电影公司的老板娘，还有一个是投行新贵，上流社会当红榨汁机的 fiancé。 这阵容别说是好莱坞，地球都容不下了。拍片子这事儿永远都是金钱开路，没钱寸步难行。莫泰和 Sloan 都好说，后面有老公撑腰，拍戏全当砸钱找乐子。但娘娘却犯了难，她本来计划让薇薇投资，但没想到薇薇是个铁公鸡，别人杀鸡还能取个卵，薇薇一毛不拔，没个卵用。干嘛呀？打土豪啊？哎，真把老子当财主了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也他娘的不给。娘娘这个气呀，一是气自己心比天高，钱比纸薄，一是气薇薇有钱但不肯给自己花。结果她的小姐脾气又上来了，和薇薇闹掰了。关于娘娘和薇薇闹掰这事儿，莫泰有些不爽。按照莫泰的段位，越是没头绪的时候，越要静下心来按兵不动。虽然薇薇是铁公鸡，
但他的人脉值钱呀，让薇薇随便介绍几个投资人，钱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？只要片子拍起来，不怕后面没钱赚，这时候不把薇薇的腿抱住，反而撂挑子，这脑子不是有大病吧？可他只看到娘娘的野心，却忽略了娘娘就是一个从小学舞，后来又学表演的艺术生。虽然跳了6年舞，虽然意志比钢还硬，比刀还强，但智商不行，真要到了用脑子的时候，就有点掉线。其他不说，教育对人最大的改变，并不是知识量的累积，而是世界观的塑造、眼界的培养和逻辑思维的形成。这些即便没有教育，也可以从大量的阅读里培养。而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，也不习惯阅读的人，这些方面一定是匮乏的。比如明星群体，娘娘看着是个人精，但到了关键时刻就容易露馅儿。而与之相比，广州医学院和耶鲁 MBA 毕业的莫泰，段位就高得多，格局也是娘娘望尘莫及的。娘娘也就算计一下眼前的仨瓜两枣，眼光短浅的要死。莫泰放长线钓大鱼的境界，娘娘显然不懂。莫泰当年在飞机上搞定了星空卫视的 offer， 在酒会上搞定了老莫，又在严苛的离婚协议上搞定了孩子。别说老莫全家上下10几口子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娘娘要是听了莫泰一句话，就不至于发生后面的事儿。可娘娘偏不，这些年她走到哪儿都是被捧着，又刚好得势，人也飘得厉害。不就是钱吗？ easy， 老娘回北京给你搞。娘娘之所以这么硬气，是因为她已经打通了天地线，搭上了京城名媛赵姨娘。